这一集是我们到富国岛第一天的介绍，要开箱前2晚住的莫凡比酒店。晚上到富国大世界吃粤式桌菜，吃饱后欣赏夜晚的富国大世界，以及观看晚上10点开始的华丽水舞表演。一起来看看吧！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这次搭的是星宇航空，先前因为被改过航班时间，所以对星宇有点怕怕的。不过这次飞富国岛是旅行社团体包机，班次时间应该都蛮固定的。飞机上竟然可以吃到有名的胡同烧肉，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特调酱汁，甜点则是台南全伟家的冰淇淋，好吃。从桃园机场飞到富国岛要4个小时。其中最方便的是，富国岛是越南唯一免签证的地方。下了飞机，我们发现机场航厦没有空调。在台湾穿的是长袖，赶紧把外套脱掉。过了海关，马上就会看到行李转盘。等所有团员都拿好行李，就要过 X 光机检查。因为网络上说若带空拍机会有很高几率被拦查，我们这次就没带了。在游览车上，导游发给我们1人1张当地的 SIM 卡，超过每日流量就会降速。在车上听着导游的介绍，大约半小时车程就会抵达我们前2晚要住的莫凡比瑞享度假酒店。下车前可以和导游换越南盾，虽然汇率一般，但能够换大小钞比较方便。2020年开幕的莫凡比度假酒店，大厅以木质调线条与大理石搭配，色调十分温润柔和。等 check in 的时候，服务员送上迎宾的桑葚果汁，虽然冰凉消暑，但有点甜。大厅旁边的桌上有富国岛的旅游资讯，可以自由拿取。这里也有贩售适合海边活动的服饰用品。除了有独栋的别墅区，也有适合多人一起入住的房型。我们被安排的是一般双人房，房间位于3楼，走道蛮宽敞的。解散前，导游特别叮咛我们，进到房间后要检查房内设备，从浴室开始。这里有2瓶玻璃瓶装的水，首先检查脸盆水压是不是正常。马桶冲水功能，淋浴间是否可以正常淋浴和排水？浴缸放水，若有问题就要请饭店人员处理或换房间。浴室出来有大面衣柜、浴袍和海滩包、环保拖鞋、mini bar 备有热水壶、胶囊咖啡。茶包和即溶咖啡，旁边是书桌延伸卧榻区，电视遥控器和饭店资讯卡。
单人沙发，加大双人床。为了节能，如果落地窗没关好，冷气就会自动关闭。床的左右两边都有床头灯。门锁和吊牌。开箱完房间，要去大厅集合，准备前往富国大世界吃晚餐。大约15分钟的车程，我们就抵达知名的富国大世界。这是我们来到富国岛的第一餐，要吃这家粤式海鲜大餐。叠得很高的海鲜塔，每人有1瓶饮料可以选，舞龙舞狮的百事可乐、烤鱼、花生扇贝、焗烤贝类、焗烤小龙虾、烤白虾、粤式炒饭、透抽、胡椒风味鸡，多了很多配料的鱼、蒸螃蟹，最后还有一锅冬阴功风味的火锅。除了原本就放好的海鲜，也有一盘菜盘和越南泡面可以加入，还有一盘牛肉，还蛮丰盛的。饱餐一顿后，趁水舞表演开始前逛逛夜间的大世界。这里有一座欧式钟楼，楼门打上灯光和花灯，很缤纷。这里有很多当地街边的摊贩，聚集了不少在地人。灯笼一排一排挂着，很美。大世界著名的威尼斯运河，两旁的店家及房屋盖得很有欧式风格。越接近水舞表演时间，就越多人潮聚集。刚刚走过的桥，在菱形造型的棚顶打上不同颜色，非常绚丽。附近店家的摆设也很美丽，可能是相对较新的景点，有许多房屋都还是空置的。导游推荐可以在河道两旁的饮料店找个好位置，点杯饮料，坐着欣赏待会的水舞表演。百香果汁和焦糖珍奶2杯都好甜。10点一到，名为威尼斯的颜色的湖上表演开始了。首先是乘坐贡多拉的表演者登场，身穿不同颜色灯光的服装游湖展示。接着出现了许多表演者步入湖中水池，结合了音乐、灯光和水舞的表演。非常的有趣又华丽。看表演时，有些位置会被泼湿，我们发现店家有先发雨伞给前排游客。
们决定换个地方观看表演。原来在刚刚经过的桥的地方有这么多人，是因为那边才是表演的正面。正面可以看到3D 映射技术的图案。搭配水泡，声光气势更加磅礴。过几天我们会在白天时来大世界游船，今天是先来看晚上才有的水舞表演，非常值得一看哦。第一天抵达富国岛时已经接近傍晚，因此只有安排观赏水舞的行程。第二天早上才有机会看到阳台外的海景。阳台有晾衣架，还有双人躺椅。要去吃早餐喽！来富国岛的旅客越来越多，自助餐厅很热闹。桌上有蛋料理点单，面包区，好多种果酱。优格、冷盘区、生菜区、鲜奶，厨师在做各种蛋料理。水果种类很丰富，越南烤饼、甜甜圈、松饼、各式咖啡、冷饮区。香肠、培根、马铃薯、薯片，也有炒饭、炒面、素食区。粥和味噌汤，也有韩式的辣炒年糕，现煮的河粉、包子、现冲茶包。食物的种类非常丰富多元，东西方料理几乎都有，可以满足不同的外国旅客的口味。吃完又往海边逛逛，往海边走会先经过泳池区。沙滩也有很多躺椅，很适合拍照的海边秋千。莫凡里酒店住起来很舒适，让人放松。下一集将会介绍第2天的景点，这一集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。第2天我们要去换乘小巴才有办法抵达的秘境海星沙滩。
来到越南最大的珍珠奇幻主题乐园，也有梦幻城堡。到巨大海龟水族馆看人鱼表演。再次来到富国大世界乘坐贡多拉。特别的夜游野生动物园，还可以近距离喂食长颈鹿哦。敬请期待下一集富国岛的介绍哦。